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。今天我要做的这一道呢，相信大家都非常喜欢咕噜肉。我的这一道咕噜肉类其实是很特别一下的。怎么样讲特别呢？我对咕噜肉这一道菜呢，是有一点的要求的，就是它的外面一定要脆。现在要准备的材料有，然后我要吃起来很松软的那一种，所以今天我选择了用这个花肉来做咕噜肉。想不想看？想看的话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现在要准备的材料有五花肉、鸡蛋、红青椒、洋葱。首先就是花肉要先把皮去掉，然后再给它切片，嫩厚度大概是1厘米到1.5厘米，都 OK 的。切厚片的猪肉可以更好的保持肉质的鲜嫩和口感。把肉切片之后，下一步我们来像这样子，用刀背把肉剁松。剁松肉块可以使其更容易吸收调味料。如像这样子做的话，等下我们炸出来的那个咕噜肉，它的肉质会比较松软，比较好吃。翻到另一面也给它剁一剁，直到整块肉的表面都变得松软而有弹性，也能提高肉质的口感和嫩度。切的话，我们就这样子顺着它切，不用太厚，也不用太薄，顺着肉纹切割，能够保持肉质的完整性和口感。好了，切好之后，把肉装在碗里面。下一步我们来腌制，依次把所有肉全放入碗中，准备1粒鸡蛋黄。加蛋黄的话，肉炸起来的颜色会比较好看。接着加少许的盐和白糖进来，后用手把调味料抓均匀。这里我准备了差不多1汤匙的玉米淀粉，我们加一点水进来，把它弄成湿粉。加湿粉的原因呢，是要让肉有多一层的保护，可以锁住肉汁肉的水分，改善口感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把湿粉倒进来。加湿粉主要作用于增加食物的湿润度，延长保鲜期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先把肉放一旁备用。下一步来准备其他的材料，准备半克的洋葱，把洋葱切成角状，可以使其在烹饪过程中更易于入味，同时也可以增加食物的口感和美观度，而且在烹饪过程中也能更快的熟透。放入碗中备用。准备青色、红色的灯笼椒。青色、红色的灯笼椒都切成角状，没有灯笼椒的朋友也可以用青辣椒、红辣椒，只要有替代就 OK 了。用灯笼椒适合怕辣的宝宝食用，喜欢吃辣的宝宝就用小米辣，它不仅拥有良好的口感，多功能且营养丰富。好 ，OK 了，材料就这样子简单。下一步来调个糖醋汁，准备一个小锅，加1碗的清水进来，这个是冰糖30粒，还有2汤匙的酸梅酱。宝宝们如果喜欢吃酸甜一点，就多放一些。2汤匙的白醋，可以为菜肴增添酸味，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能提亮食物的颜色。OK， 这样子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再多加什么了。直接把它拿去用小火煮开，把冰糖煮化，会发现冰糖逐渐溶解在水中，形成糖浆液体。继续加热，到冰糖完全融化就可以了。好，放一旁备用。下一步来起锅烧油，油加进来之后呢，我们这个过程就等待油热，稍微有耐心等待。我们可以先转到小火，让它慢慢热。来准备一些玉米淀粉，等下方便拿肉沾上到干粉。看看我怎么操作。肉这里呢，我们就有时间可以做上粉的动作。上粉的话可以用木薯粉，可以用玉米粉都 OK 的，确保肉的每一面都有上到干粉，使得烹饪出来的肉更加多汁和美味，从而在烹饪过程中获得更好的口感和风味。摇掉或用手轻轻多余的干粉。上完粉之后，油这里也差不多烧到6成热了。现在可以把肉加进来炸，我们这边可以慢慢放入，不要紧张，一口气全放完。较大的肉块可能需要更长时间。肉呢，刚下锅的时候先不要去碰它，先让它外面的那一层粉定型。炸制的过程中，注意观察肉块表面的颜色，要注意调节火力，以保持油温稳定。当它们变成浅金黄色，我们炸到肉差不多熟了，都浮上来了，可以先把肉捞出来。现在捞出沥油，放在厨房纸巾或吸油纸上沥干多余油分。如果要把肉炸得酥脆的话，记得油里面这些粉一定要把它滤掉。把淀粉滤掉之后，油会更加的有力。油有力的话，肉就会炸得更加酥脆，所以就放一旁放凉。油温烧起来之后，肉再回锅复炸一遍。这一次的油温会比较高，所以不需要炸到那么久，目的只是要把肉炸到上色，金黄酥脆。通过复炸的步骤，
肉块的外酥内嫩程度会更加突出，复炸的时间不宜过长。好了，上到金黄色就可以把肉捞出来了，将炸好的肉块取出，这样子的金黄色就非常漂亮好看。放在厨房纸巾或者吸油纸上沥干多余的油分。我们来炒辅料，全部都一起下锅煸炒，炒香了再拿出来。接下来轮到糖醋汁，分量的话大家自己抓一下，如果人数多就需要准备多一些。首先把糖醋汁煮开，烧开之后勾薄芡，不用太浓，因为太浓的话就容易干底。好了，漂亮。现在可以把辅料和肉都一起加进来，翻炒均匀。做这个动作是为可以让肉块更好的吸收调味料的味道，进行充分的融合。这边呢不需要炒得太久，炒最后2下就可以上菜了。好了，完成。不错吧？这个卖相金黄又酥脆，酸酸又甜甜，甜甜又酸酸，没骗你们吧？是不是很简单又好看啊？这一道这里咕噜肉呢，它是有带一点啊，古早味那种啊，它不是红色的啊。现在你们在外面应该很少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咕噜肉啊。好了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哇，你看它的脆度是肯定还有在的，一看就知道了，很有口感。就算你不配饭，你将只吃也是 OK 的，很好吃。好了，那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。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，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